台风天，我的亡魂被吹回了家。要不是你离家出走，妹妹怎么会为你哭瞎了眼睛？你这个灾星，回家来干什么？家里可没有囤你的水和粮，台风这3天自己解决。17级大风刮来，我听到了妈妈的心声。杂物间太小，只够躲3个人，反正130斤，让他待在客厅也不会出事。妈妈，我现在不是一个130斤的活人，我只是一缕亡魂，台风一吹就会飘走。妈妈把我往外赶，滚滚滚！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1个月不回家，台风来了才知道回来蹭吃蹭喝，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曼妮，离你姐姐远一点，免得她又欺负你。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曼妮好想你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曼妮担心的眼睛都哭瞎了。虽然我们一家3口没有准备你的干粮，可是没关系，曼妮的自热米饭可以给你吃，我不饿的。姐姐，求你别走了。他们不知道，嘎掉之后，我拥有了听懂心声的能力。消失1个月，也不知道这孩子有没有好好吃饭，真是不懂事。幸好回来了，不然我还得出去找他。怎么当姐姐的还不如妹妹懂事。只有看似担心我的宋曼妮最是恶毒。她怎么还没赶啊？宋曼妮是我们家领养来的孩子。1个月前，宋曼妮过生日，我亲自为她炖了一锅丝瓜汤来庆祝。可是宋曼妮喝了一口之后，却喘不过气，假装过敏。是花生粉，姐姐在丝瓜汤里放了花生粉。姐姐，你嫉妒我分走爸爸妈妈的爱，赶我走就好，为什么还想害死我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滚，现在就滚出去！曼妮，都怪我们没有照顾好你。你想要什么？爸爸妈妈补偿给你。我害怕姐姐，爸爸妈妈，我不要见到姐姐了。好，爸爸妈妈，这就把姐姐赶走。宋曼妮来了之后，爸爸妈妈心疼她是孤儿，处处偏心她，好像她才是亲生女儿。爸爸妈妈，我不用你们赶，我主动离开，你们还会爱我吗？没想到我离家出走那天晚上，就遇到了连环赶人犯。离去后，尸首无人认领，躺在太平间。宋依依，你又在闹什么脾气？曼妮为了你哭瞎了眼睛，你竟然还躲开她。妈妈把委屈的宋曼妮护在身后，冲着我怒吼道：可是刚刚我听到妈妈，你担心我有没有好好吃饭，爸爸想出去找我，只有妹妹想让我嘎。妈妈和爸爸的脸色一变。你怎么知道？就在此时，一阵巨响传来，电缆竟被台风刮断了，全是停电。宋曼妮立马躲进爸爸妈妈的怀抱。啊，曼妮感受不到光了，好害怕。此时妈妈的心声响起，真是亲生的还不如领养的。曼妮害怕了，知道躲进我怀里。依依1个月不回家，见到父母连个拥抱都没有。我心中苦涩，我只是一缕魂魄，没办法拥抱的。依依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拿应急灯和蜡烛。我看向杂物间，生前那里是我的房间，可现在我是魂魄，没办法拿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打不开呀？宋曼妮带着哭腔喊，心里却想：锁早被妈妈换掉了，钥匙在我这儿，蠢货，你就等着被骂吧。宋依依，磨蹭什么？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妈，杂货间锁了，我打不开。妈妈摸黑走过来，想推开我，却没有触感。依依，我刚刚怎么碰不到你？妈妈，曼妮打开了。曼妮瞎掉之后，特别会在黑暗里找东西，我能摸黑开门啦，厉不厉害？爸爸妈妈心一软，妈妈眼泪渗了出来。对不起，曼妮，妈妈把你领养回来。本来是打算给你更好的生活。要不是依依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都怪你姐姐不够懂事。等台风结束，我们再把她赶出去。我看向杂物间，才离开了1个月，小床上就堆满了杂物。我生前最爱的手办骨子，竟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。你也是，都多大了，还喜欢买这种没用的2次元破烂？正好曼妮赚了笑，要跟班上同学交朋友，我就让她把这些东西送给同学，就当做个人情了。我浑身发抖。那些不是破烂。姐姐别生气，都怪我。我看那些小人放在角落积灰，以为你不想要了。宋曼妮心口不一。蠢货，那些塑料玩意儿早被我故意摔坏了，气数你。你心里在笑吧？笑我珍视的东西被你轻易毁掉。
但你别忘了，现在的我能听见你们所有人的心声。宋曼妮瞪大眼睛，装无辜。姐姐你在说什么啊？姐姐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可她的心声却在冷笑。这贱人怎么可能听得到我的心声？她要是听得到，就该知道我眼瞎是装的。哼，上个月我看见了连环嘎人犯的消息，故意逼他离家出走，还以为他会死，没想到他这么命大，竟然跑回来了。等着贱人死掉，我再把这对夫妇给弄嘎，到时候他们老家拆迁的财产就都是我的了。宋曼妮面上单纯，心声却快笑出了声。我不可置信地提醒爸妈：爸爸妈妈，不要相信他了，一切都是他害的。他不仅要害嘎我，还要害嘎你们啊！你这个白眼狼，妹妹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妹妹？曼妮她本来就是孤儿，身世可怜，还因为你哭瞎了双眼。宋依依，你一点愧疚心都没有吗？爸爸怒吼道，心声却在叹气。我因为你一事，怎么就养了这样一个女儿？哎，要是曼妮是我的亲生女儿就好了。好了，别争了。好了，别争了。台风越来越大了，快躲进杂物间来吧。杂物间太小，只够躲3个人。反正依你130斤，待在客厅也不会出事。可是我也想。反正你有130几斤，在客厅撑住，很快就好了。曼妮看不见，需要我们照顾。好吧。门能隔绝他们的人，却隔绝不了心声。依依好像真的不对劲，刚才我好像穿过了她的身体，是错觉吗？外面风这么大，依依一个人在客厅，但她毕竟壮士，曼妮更需要我们。成功了，这对蠢夫妻果然只在乎我。等台风再大点，我就假装被吓到，心脏病发，让他们彻底忘记门外的贱人。就在这时，一黑一白2个人向我走来。你们是黑白无常？天灾降临，地府太忙，倒是忘记了你们这些亡魂。现在可以跟我们走了，还有什么遗言想跟你的家人交代吗？我看向杂物间，笑着摇摇头。没有了，从今往后，他们就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了。台风终于停下，爸爸妈妈牵着宋曼妮从杂物间里出来。依依呢？妈妈看着被台风扫荡完空空的客厅，皱眉道：她那么胖，肯定吹不跑，估计是躲在什么地方，等着我们发现吧。她就喜欢用这些伎俩引起注意。大门被敲响，警察上了门。调查了1个月，总算查出那具无名碎尸的身份，真是累瘫了。你们是宋依依的父母吧？孩子失踪1个月，怎么不报警？他现在正在太平间躺着呢。你们找错人了吧？我们是宋依依的家长，但她还好好活着呢，不可能死，估计是同名同姓吧。是啊，警察同志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依依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上个月是离家出走了，可是这不台风天又跑回了家。你们说宋依依跑回家了，他人呢？爸爸妈妈也懵了。这孩子体重大，我们让他留在客厅躲台风，刚才还在这儿呢，现在不知道又躲哪去了。他就是这样，喜欢离家出走。这么大的台风，沙发都卷走了，你们竟然让一个小姑娘自己躲客厅。依依应该不会有事吧？难道她真的被台风卷走了？宋曼妮握住妈妈的手，扬起笑脸。妈妈，不要怕，姐姐身体那么强壮，离家出走1个月都没有出事，怎么可能会被台风刮走呢？是啊，曼妮说的对，依依不会有事的。幸好我养了曼妮这个女儿，又懂事又听话，比依依好到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你们确认太平间那的宋依不是你们的女儿？那当然，我们今天才见过宋依依呢，她怎么可能会是躺在太平间1个月的尸体？2位警察摇摇头，拿出手里的笔记本电脑。您还是再确认一下，这究竟是不是您的女儿吧？爸爸妈妈的眼睛越睁越大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还是重新调查这个案子吧。宋先生、宋太太，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请你们再确认一下这些信息。死者宋依依，性别女，年龄17岁，生前就读于市第3中学高3、5班。这是我们从学校档案库调取的照片，请你们辨认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死者于1个月前，也就是8月15日晚离家，随身携带一个蓝色背包。他的手机最后信号消失在城西的旧工业区附近，那里也是后来发现尸块的地方。爸爸妈妈的脸越来越白。爸爸妈妈，难道帽子叔叔说的是真的？这时帽子叔叔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另外，死者左侧腰窝处有一块蝴蝶形状的浅褐色胎记，这个特征你们是否清楚？这个信息像一道惊雷，爸爸妈妈大惊失色。不会的，一定不会的，我们今天才见过依依啊，
警察同志，你们说的信息是依依没错，但你们会不会是弄错了啊？你们确定今天看到过宋依依吗？那宋依依她在哪儿呢？爸爸妈妈如梦初醒，宋曼妮张着嘴，一脸怔愣。怎么回事？这个蠢货真的嘎了？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又是谁？难道是鬼？我们阴阳两隔，没有一个人能看见我。怎么会不在呢？孩子他爸，你今天也看见依依了吧？咱们都看见了依依了呀，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？难道今天我们看见的根本不是姐姐，而是姐姐的亡魂？爸爸妈妈，姐姐不会真的嘎了吧？宋曼妮，谁让你这么说你姐姐的？畜生，你是在咒你姐姐吗？还请2位监护人随我去太平间确认一下。太平间的灯光冷得刺骨，我飘在爸爸妈妈身后，看着面目全非的我，只有我的蝴蝶胎记成了确认身份的唯一烙印。依依，我的依依啊，都怪我们啊！那天晚上为什么不拦住他？为什么不相信他？爸爸死死咬着牙，眼泪却汹涌地淌下来，心碎欲裂。是我说了重话，是我让他滚出去，永远别回来。我怎么会说出那种话？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个父亲。他真的死了，死得这么难看，可为什么死了还要回来抢走爸爸妈妈的注意力？他们应该只心疼我才对，我才是那个需要被呵护的可怜虫。宋先生、宋太太，请节哀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死者宋依依遇害的旧工业区非常偏僻，正常情况下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孩不太可能独自到那种地方。初步判断，她很可能是在某种引导或胁迫下前往案发地的。您的意思是，我女儿是被人故意引到那个杀人犯那里的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我们正在排查她失踪前的社会关系，希望你们能提供一些线索。她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结怨，或者有没有什么异常？妈妈恍惚，扭头看向宋曼妮。糟了！前段时间，我每天都故意在宋依依面前播放杀人犯的新闻，还说宋依依如果离家出走到杀人犯的地方，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她，不会查到我头上吧？不可能！我做的天衣无缝，他们都以为我瞎了。曼妮，你姐姐离家出走那天晚上，你到底跟她说了什么？你之前说你只是劝她回家。妈妈，你是在怀疑我吗？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能对姐姐做什么呀？宋曼妮的心声在尖叫。臭老太婆，竟敢怀疑我！还好我早就准备好了说辞。爸爸面色冰冷。警察同志，请你们一定要彻查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和我女儿的事情有关，我绝不放过。爸爸妈妈，太晚了。宋曼妮怯生生的很难过的样子，心里却像毒蛇一般。死了好，死了干净，等这对蠢夫妻伤心够了，财产最后还是我的。我得想想怎么让他们更心疼我，早点忘掉这个死鬼。询问室里，爸爸妈妈机械地回答着警察的问题。宋曼妮的眼睛是怎么回事？1个月前，曼妮过敏休克，说是依依在汤里放了花生粉，之后曼妮就哭得眼睛看不见了。不，我没有，是宋曼妮自己做的局。我忍不住喊出声，尽管他们听不见。宋先生、宋太太，我们调取了宋曼妮转入新学校前的体检报告，报告显示她的视力完全正常，没有任何会导致失明的病变基础。爸爸妈妈突然难以置信地看向宋曼妮，宋曼妮立刻反驳：不是的，我当时真的看不见了，是心理性的失明，因为我太害怕姐姐了。宋曼妮心里一紧，该死，他们怎么会去查体检报告？女警冷静地打断她。我们也咨询了眼科和心理专家，即使是心因性失明，在受到巨大刺激时也可能出现波动。但根据我们观察，从得知宋依依的死讯到现在，你的行为举止，包括躲避障碍、寻找生源，都与真正视觉受损者有细微差异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查到了一段监控，你独自一人在便利店前准确地避开地上的水坑，还抬头看了看招牌，然后准确无误地走进去。这是宋依依失踪后第3天，那个时候你的眼睛那时就瞎了，如何解释你的行为？宋曼妮的脸彻底白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一直在装瞎，你骗得我们，你一直在装瞎，你骗得我们好苦。依依说的都是真的，是你害死了依依。为什么？我们对你不好吗？依依有的，你都有。我们甚至因为可怜你，一次次委屈依依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我们刚刚进一步调查发现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：宋曼妮处心积虑，一步步将宋依依推向死亡。我们还发现了一本日记和半包花生粉，日记里写着她的计划，读一下：我嫉妒你的父母，我要取代你做爸爸妈妈唯一的女儿，把你骗去那里送死。
等你死了，就不会有人阻碍我了。等拿到拆迁款，就让这对老家伙也意外去世，我就自由了。后面的读不下去了。爸爸妈妈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恶魔，你是恶魔！我们把毒蛇养在了家里，还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滚！从今以后，你不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宋家没有你这种东西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宋依依什么都拥有？我才是该被众星捧月的那一个。你们活该，是你们蠢。宋曼妮彻底疯狂，最终宋曼妮因涉嫌故意杀人等多项罪名被移送至少管所。依依，是爸爸妈妈错了，我们被猪油蒙了心，错把榆木当珍珠。女儿，爸爸对不起你，那天晚上我不该说那么重的话，爸爸后悔了。依依，妈妈知道你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妈妈感觉到的，你原谅妈妈一次，好不好？我飘在坟墓上方，心中已无波澜，黑白无常陪在我身边。时辰已到，该上路。我毫不犹豫地踏入地府之门。就在我排队等着喝孟婆汤时，爸爸妈妈的声音隐约传过来：依依，我的女儿，你回来啊，让妈妈再看你一眼。爸爸错了，爸爸给你道歉，你想要什么，爸爸都烧给你，求求你现身见见我们吧。他们似乎请了高人，强行打开了短暂沟通阴阳的渠道。杨氏之人总是如此执着，扰了阴司清静。宋依依，你可要回应，这是你转世前最后的机会。我心意已决，不了，人间冷暖，亲缘孽债都已与我无关，不见了，尘缘已断，再见无益。人间，我的坟前，一位老道士叹了口气：二位居士，请回吧。不是贫道法力不济，而是你们要见的那位已然不愿再与杨氏有丝毫瓜葛了。不可能，大师，你再试试。我女儿最孝顺了，她怎么会不愿见我们？她一定是在怪我们，对不对？你告诉她，爸爸妈妈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大师，求您告诉他，我们后悔了，我们每天都活在煎熬里。非是不愿，实是不能，亦是不必。亡魂滞留，皆因执念未消。而你们呼唤的这位姑娘，执念已散，魂魄纯净，早已过了奈何桥，饮了孟婆汤了。此刻恐怕已投入新的胎胞，开始了下一世的轮回。爸爸妈妈如遭雷击，僵在原地。他说，台风那天是他与你们的最后一面，缘起缘灭，皆有定数。那日你们亲手将他推开，便是亲手斩断了这最后的亲缘。他让贫道转告二位，勿念勿寻，各自安好。爸爸和妈妈仰天发出哀嚎。最后一面，那是最后一面，我们竟然让他待在那么危险的客厅。依依，爸爸混蛋，爸爸不是人。永诀，原来在他们还猛然不知时，就已经注定。你知道吗？你前世的妈妈因为悲伤过度，精神时好时坏，你爸爸一夜白头。你那个恶毒的妹妹，据说在试图逃跑的时候，从高处跌落，摔断了腿，也弄瞎了一只眼睛。真是害人中害己。再次睁开眼时，我听到一个充满爱意的女声：宝宝，你要乖乖的，爸爸妈妈等你等了好久了。还有一个憨厚激动的男生贴着肚皮：宝贝女儿，我是爸爸，爸爸给你买了好多漂亮小裙子。他们的声音里充满了对我纯粹的期待和爱。我知道，我终于来到了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幸福的家。